如果说2024年只是房地产阵痛，那2025年就是活埋中产阶级的一年。一位上海浦东金桥的房主咬牙挂出自己4年前390万买下的老破小，如今挂牌价却只有258万，已经亏了130多万。但即便如此，还卖不掉，因为同小区同楼层的房源已经跌到220万，还有的谈。听着像玩笑，可这是实打实发生在中国最强城市上海的真实案例。更讽刺的是，即使真的以220万卖出，这位房主也还不上当初的贷款，他还有近250万的银行贷款未还完，其中包括装修贷和小额抵押贷款。也就是说，卖房不但不能缓解债务，还会净亏30万。他本来是为了还贷选择卖房，现在却被迫认命继续扛债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整个上海楼市的真实写照。链家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8月5日，上海二手房挂牌量是 16.5 万套，虽然相比2024年6月高峰期的 17.9 万套稍有回落，但距离库存出清还遥遥无期。这波减少被业内直言只是部分卖家看行情太差，先撤了而已，不是成交，是绝望退场。甚至连最抗跌的品质小区也撑不住了。临港1号家园2021年最高成交价424万，如今挂牌价180万，跌幅高达 57%， 整整蒸发了244万。闵行高兴花园从404万跌到206万，跌了一半，真的一点也不高兴。蛇北家园2021年228万，现在124万成交，打了55折。浦东森来雅苑过去1500多万只能买150平3房，现在1526万可以买下214平带院子的房子，单价从11万跌到了7万。古北国际花园3年前2660万成交的户型，如今1790万都没人买，跌了整整861万，等于少了一辆劳斯莱斯。房子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最稳的财富锚，如今成了最深的深渊。当中介不再用升值、抢手这些词，而是改口说能卖出去就谢天谢地时，说明大势已去。最近浦东一套190万购入的房子，房东坚持底价135万，买家最多只肯出132万，双方拉扯了3个小时。最终房东因为家中有急事要赶回外地，临走前一番哭诉打动了客户，对方加价2万成交。有人说买房不是交易，是心理博弈，但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是情绪崩溃，是哭着割肉。越来越多刚需房东不是因为要换房而卖，而是因为要活下去才卖。但问题是，即使卖了，也未必能脱身。这才是最恐怖的现实，卖不掉，扛不起，还不了。如果说跌价还只是纸面损失，那法拍就是彻底的死亡通道。据媒体实地调查，上海多个区的法拍房源正在急剧增加，而且多数集中在原来的刚需小区。曾经贷款买入，如今无力偿还，只能被法院收走，被拍卖。投机者蜂拥而至，试图用白菜价接盘。他们戴着法律的外衣，说是市场行为，但实质是趁火打劫。真正被清场的是一家3口的未来，是一个孩子的学区梦。法拍房的背后是家庭的破碎，是希望的破灭。很多人还自欺欺人地说，1线城市抗跌，大城市资源集中，不用担心崩盘。但真实情况是，上海的老破小和中端小区跌幅已经超过很多3、4线城市。这不是恐吓，这是数据。即使不看新闻，光是链家的挂牌价、实际成交价就能说明一切。你还可以去安居客、贝壳找房上搜这些小区名，看看挂牌价变成了什么鬼样子。别再信越跌越买的神话了。你现在买进的
可能是别人苦撑不住的出逃价。买房的哭，卖房的也哭，盖房的更哭。截至7月31日，65家 A 股上市房企中有41家预亏，占比超过60%。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滑12.5%，7月单月销售额更是暴跌24.3%。连万科这样的老牌巨头，2025年上半年都预计亏损100亿至120亿元，去年才亏98亿，亏损还在继续扩大。你没看错，就是那个喊过活下去的万科，现在活得更惨了。国资入驻也救不了他们。深圳国资注资210亿，换来的却是销售额几乎腰斩，上半年只卖了691亿，比去年少了一半还多。更别提那些已经变身的房企。华夏幸福预亏55至75亿，金地集团预亏34至42亿，华侨城、信达地产、星浩 ST 金科，个个都像快死的病人。唯一还撑着的是央企保利，但利润也同比暴跌63%，连国家队都扛不住。很多人以为房价跌了，刚需就会涌入，市场就会回暖，现实却狠狠甩了这一巴掌。2025年7月，全国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米 1.35 万元，环比下跌 0.77%， 同比大跌 7.3%。而与此同时，统计局公布的新建住宅均价却显示为 1.68 万元，竟然同比上涨了 2.6%。新房价格稳如老狗，二手房价格跌成水狗，原因何在？是官方数据虚高，还是新房用优惠、装修贷、低首付等手段硬撑？不管怎么说，真实的市场交易已经告诉我们，旧房子卖不动了，新房子也撑不久了。更扎心的是，不仅价格跌了，成交量也在崩塌。2025年前7个月，百强房企累计销售额仅 1.86 万亿元，同比暴跌 12.5%。以此趋势预估，2025年全年房地产销售额甚至难保5万亿。要知道，2021年是 18.2 万亿，2022年是13万亿，2023年9万亿，2024年 6.8 万亿，每年都像滚落山谷的巨石。而房子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，压舱石没了，中国经济还能撑多久？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只有 4.66 万亿元，同比下降 11.2%， 其中住宅投资为 3.57 万亿元，同比下降 10.4%。注意这个数字仅半年就少了近6000亿。而2023年全年是11万亿，如今仅半年就跌到不到5万亿，简直是断崖式下跌。投资冷了，意味着开发商不拿地、不开盘、不投钱，银行不愿放贷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更加紧张，连基建带动都拉不动了。一环扣一环，最后压垮的是千千万万背着房贷的人。底在哪里？这句问话最近成了知乎、微博、豆瓣房产板块的热门金句。清华大学知名经济学者李道葵曾在2024年公开表示，未来一段时间内房价将持续调整。如今他的判断正在以更惨烈的方式成真。而更令人发抖的是学者向松做的判断，没人知道底在哪里。他说，现在的问题不是跌多少，而是有没有人敢接盘。房产已不再是资产，而成了沉没成本。根据他的分析，中国居民60%以上的财富都系于房产，一旦房价持续下跌，就意味着中产阶层的资产将被腰斩，甚至沦为负资产。买的房子不值钱，炒的股市没反应，存款利息跑不过通胀，工资也没涨，未来也没希望。这种绝望不是短暂的情绪波动，而是系统性塌陷。真实的调查数据也很残酷。
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二手房挂牌量同比增长26%，但成交量仅同比增长3.4%，说明绝大多数人卖不掉。平均每笔交易用时超过90天，最长甚至达到270天，中间换了3次中介，4次调价，最终成交价平均低于挂牌价14%以上。房贷断供人数上升明显，多个城市法院的房贷违约案件激增30%以上。而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，卖房还贷成为热门话题，越来越多年轻家庭被迫卖房止损。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小晶说得很透，房价大幅下跌，吃亏最大的是普通老百姓，因为他们的全部财富基本都在那一套房子里。而这些人就是支撑中国内需的中坚力量。一旦这些人被房价压垮，不再消费，不敢生育，不愿奋斗，整个中国的未来就会被锁死。想象一下，一套房跌去100万，相当于你10年工资白干，而你还在还房贷，房子却不值钱，孩子要读书，自己要养家，父母要看病，突然之间，你人生的每一个环节都被房价碾碎了。这就是房子坟场论的由来。中国人的财富不是慢慢贬值，而是瞬间蒸发。2025年7月，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，首次提出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和城市更新阶段。什么意思？不再拼命盖房子，不再力挺所有开发商，不再救散户和中小房东，能参与城市更新的只剩下央企国企和有钱的大玩家老百姓。自求多福，房企将被大洗牌，100强可能只剩20强，房东也要被洗牌，能扛得住就是赢家，扛不住就退出市场。这一切正在以看得见的速度推进。如果说过去20年房子是中国人的信仰，那么现在房子已经变成了信仰的坟墓。